美日齐打台湾牌，搅动台海局势。台当局也多次发表强硬讲话。台驻日代表谢长廷近日甚至叫嚣，应举行美日台联合演习。蔡当局一再错判形势，将把台湾带入怎样的险境？于克里、刘向平详细分析。近日，新西兰外长马胡塔罕见点名批评五眼联盟不务正业，老是代表新西兰搞一些针对中国的小把戏，这令新西兰感到不舒服。事实上，被特朗普仓促启动以反中为唯一任务的五眼联盟，一直存在恃强凌弱的老毛病。新西兰不堪忍受外交主权和经济利益受损，第一次将五眼联盟的内部矛盾摆上台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却极力想成为联盟成员。对外宣称没有情报机关的日本，为何要加入一个情报组织？五眼联盟内部传出不一致的声音，又有何玄机？来看分析。当地时间周一，新西兰外长马胡塔在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批评五眼情报联盟偏离成员国之间的情报共享范围。他强调，五眼联盟应专注于分享情报，而不是针对中国。五眼联盟想要扩张职权范围，令他感到不舒服。他同时也强调，新西兰更愿意寻求多边机会，在一些问题上表达自己的利益。美国好像是根据他所谓形势的发展和他自己的需要呢，有意呢把五眼联盟呢进一步做两个扩大，一个是成员的扩大，一个是覆盖的范围扩大。他把中国作为这个五眼联盟的一个主要的假想敌呢，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警戒的范围呢扩大到印太区域，而且呢试图呢把这个日本啊、印度啊以及德国啊等等这些非英语国家呢也这个罗纳进来。所以呢，这个五眼联盟的这个扩大职权的这种行为本身呢是赤裸裸的一种冷战思维的反应，是要继续呢在这世界上，在整个这个印太地区呢，要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呢制造新的紧张局势。值得一提的是，在纳纳亚马胡塔出任新西兰外长之前，执政的新西兰工党受到联合阻隔的优先党制约，对五眼联盟亦步亦趋，联合发表了多份对中国挑衅的联合声明，并将中国企业排除出该国 5G 市场，还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导致中新关系处于低谷。去年11月上任后，马胡塔就表示，新西兰愿意做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调停人。尽管表态未获回应，但向外界明确释放出新西兰希望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信号。马胡塔就职后不久就给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打电话，他强调新中关系是新西兰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王毅则祝贺他就任外长，并赞赏他上任伊始即表示将建立对中国的认知作为首要任务。据悉，马胡塔还是毛利王室的近亲。他在周一的演讲中用毛利神话中的水兽塔尼瓦与龙来形容新西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是两个民族，都具有各自国家特有的特点和象征意义。马胡塔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中新关系是新西兰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新西兰寻求与中国建立可预测和始终如一的关系。他还指出，明年将迎来两国建交50周年，双方取得的外交成就值得肯定。在谈到人权问题时，马胡塔认为，新西兰会一以贯之，不分国家来处理。对于和新西兰的人权承诺相违背的行为，新西兰不会忽视其严重性，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评估，独立做出决定。对于五眼联盟职权外的一系列问题，新西兰不赞同由该联盟代表新西兰发声。尽管美国呢希望制造新的紧张局势，把中国视为一个主要的挑战，甚至是地缘政治的对手，但是呢，美国在本地区呢制造新的冷战的这种氛围呢，应当说是得不到地区国家的欢迎的。但新西兰目前呢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新西兰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呼吁的话呢，应当说是比较典型的反映了新西兰国家领导层的内心深处的一种想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对新西兰政府重视并致力于发展中新关系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中新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建交49年来，中新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合作创造了多项第一。新形势下，中方愿同新方共同努力，继承发扬争先的精神，加强对话，深化合作，排除干扰，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事实上，新西兰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国家，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自贸协议的发达国家。2008年签署，当年中新贸易总额为44亿美元，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81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4%。今年1月，中新签署了两国商界高度期待的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新西兰由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升级版自贸协定的发达国家。在五眼联盟中，新西兰是经济规模最小的国家，也是去年五眼联盟中经济降幅较低的国家，仅下降2.9%。新西兰先驱报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率先成功重启，带动新西兰的大宗商品和食品出口强劲增长，乳制品、肉类、水果和葡萄酒的出口都大增。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沙朗·佐勒指出，新西兰对华出口不断攀升，这也是提醒新西兰政府应该保持良好的对华关系。新西兰国家电视台网站发文指出，新西兰的外交受到中澳关系紧张和拜登政府更高挑战的对华关系的挑战。但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仍可被视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奉行平衡外交政策的成功。新西兰是一个友好且独立的民主国家，重视同中国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新西兰不愿成为美国的延伸。新西兰呢，它本来就是五眼联盟中的一个小伙伴。那么这个小伙伴呢，他处于一个跟随的这样一个地位。美国主导下的情报分享呢，对新西兰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实际上呢，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现在呢，美国主导下呢，要把五眼联盟呢进一步扩大成一个反映冷战思维和一个制造紧张局势的这样一个小集团呢，客观上呢，对新西兰来说呢，不但是得不到任何的好处，反而会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会卷入到这种紧张局势之中，对新西兰造成的损害呢，肯定是比较大的。新西兰外长的公开表态引发国际关注。德国之声指出，马胡塔的演讲是新西兰政府首次正式表示要与五眼联盟拉开距离，并抗议五眼联盟正沦为一个对华施压的工具。五眼联盟是特朗普时期对美国政府罕有的积极参与的国际机制。严格来说，五眼联盟算不上是国际组织，它是二战期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个英语国家组成的共享情报联盟，还有9眼、14眼之说，但以五眼最为紧密。五眼在冷战期间较为活跃，冷战结束后就较少活动，但特朗普重启了这一机制，作为挑衅中国的工具。有分析指出，在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斯诺登泄密案后，五眼联盟内部对反情报和信息安全的担忧与日俱增。国际趋势是各国都重视自身情报的保密，对共享保持戒心。因此，一方面情报能力强的国家担心其他国家利用这一机制泄密，另一方面有些成员国反感其他成员强势利用该组织代表自己发声，实际上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外交独立性，危及经济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五眼联盟上一次发联合声明是在去年11月18号，5国外长发表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撤回全国人大授权香港特区撤销4名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坚定回击，强调不管他们长5只眼还是10只眼，只要胆敢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有意思的是，在五眼联盟内部嫌隙渐深的情况下，有一个国家却多次放出话来要参加这一联盟。去年7月和8月，时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先后向英国议会和媒体放风，称日本积极考虑加入五眼联盟。实际上，日本一直被称为五眼联盟之外的第6只眼，利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五眼联盟进行紧密合作。智库机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在日本积极促成并参与4国机制的情况下，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符合菅义伟政府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目前，日本与五眼中除了新西兰和加拿大之外的3眼都签署了情报合作协议，变成第6只眼有利于日本军事和情报参与国际合作更进一步。日本宣称没有情报机构，但实际上它的军事情报侦测能力强大，尤其擅长收集和分析电磁情报数据，利用其第一岛链的地理位置便利，成为美军的马前卒。好，相关的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杨先生你好，那么新西兰外长表示反对五眼联盟扩大职权范围，那您认为新西兰为何能够顶住美方的压力，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呢？首先呢，五眼联盟扩权呢，对五眼联盟的侦查目标、打击目标呢，是一个危险的举措。所谓扩权呢，就是扩大对这个五眼联盟情报侦查范围、情报收集范围的这种各种权利。
那么这种扩权行为呢，其实是对五眼联盟目标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比如说，中国是五眼联盟的这个目标国家，那么这种扩权其实就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呢是新西兰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当你威胁别国安全的时候，自然自己的安全也要受到反制，也要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新西兰呢不愿意五眼联盟扩权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五眼联盟扩权本身呢，意味着收集范围的扩大，那么交换情报的这个量和范围都扩大的时候，又涉及到自身的情报安全问题，因此对这个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呢，也造成了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呢，目标国家的反制行为要威胁自己的国家安全，而5个国家扩大范围的这种合作本身，扩大权限合作本身呢，也对自身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新西兰反对的原因。那么新西兰究竟怕的是什么呢？其实不仅是国家安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同新西兰的双边关系由此受到损害，那么就使新西兰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总的讲，这2个原因既是新西兰反对五眼联盟扩权的原因，也是新西兰担心的原因。就是说，危害国家安全，伤及中新关系，涉及到新西兰的重要利益，这2个原因呢，决定了新西兰在五眼联盟当中的独特立场。那新西兰也确实拒绝参加一些五眼联盟发起的针对中国的集体行动。但是今年3月呢，新西兰也和澳大利亚联合发声明，对香港完善选举制度表达关切。那您怎么来看新西兰的这种对华态度？与其他4眼不一样的原因有哪些呢？我想呢，新西兰在其他4个国家当中的立场比较特殊呢，是有2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呢，就是新西兰作为西方国家，在美国同其他盟国，就西方盟国的这个关系当中呢，新西兰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比如说，新西兰跟澳大利亚，这是2个相似度比较高的国家，但是在新西兰同美国的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同美国的关系当中呢，新西兰的独立性呢，要明显的比澳大利亚呢要强很多。那么这种独立性呢，就决定了它在除了对美国政策以外，对其他国家政策的时候，它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考虑的美国利益。这就同其他几个国家呢就不太一样。还有一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新西兰，最近这些年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扩大，那么新西兰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的也很快，而且新西兰正是由于出于我刚才讲到的独立自主的这种立场，所以它在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当中呢，其实也在发展了良好的政治关系。